5月25号，乌克兰媒体公布了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上将接受采访的视频，正面回应了俄新社关于扎卢日内被俄军炮击重伤的虚假消息。其实有关这则新闻呢，在5月中旬的时候，就有朋友给大兵发邮件，希望能聊聊这件事儿。老实说，大兵5月8号看到扎卢日内被俄军炮击重伤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绝对是俄罗斯发起的信息战、舆论战。之所以有这样的怀疑，是因为在1年多的俄乌战争中，针对双方高层身体健康的炒作简直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兵决定再等等看看，最后呢，给各位出一期比较详细的核定本。那么扎卢日内阵亡的17天内，网上的消息有多离谱？作为乌军总司令的他，消失在公众面前究竟是在策划什么？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从5月初开始，有不少俄罗斯消息源称，乌总司令扎卢日内在前往赫尔松战线视察时，被俄空天军、俄军远程火箭炮部队命中重伤，被紧急送到基辅的军事医院接受治疗。5月8号，扎卢日内彻底消失在了公众面前。之后，所有需要乌军总司令亲自参加的活动，都由谢尔盖·纳耶夫出席。有关于纳耶夫被任命乌军代理总司令的消息，也在当天传出了。5月9号，部分 Telegram 乌克兰频道开始宣称，扎卢日内在巴赫穆特城区西部的恰索夫亚尔地区被俄空天军击中身亡。随后呢，俄方频道也开始疯狂的转载，瓦格纳官方电报账号也转发了这一消息，但称这一消息未经证实。5月10号，一则来自北约的消息彻底引发了外界扎卢日内身亡的猜测。当时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表示，由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扎卢日内拒绝参加该委员会总参谋长级别会议，即使是本人不到现场的视频会议也被拒绝了。据大兵查到的资料，那次北约军事部门首脑会议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关于乌克兰重要武器以及乌军准备反攻所必须的武器和弹药供应问题。所以根据时间线来分析，当时北约高层所说的重要武器应该是援乌的 F-16战斗机。作为乌军总司令的扎卢日内异常缺席如此重要的会议，明显是很不正常的。再加上10号当天，乌副国防部长马里亚尔虽然否认了关于扎卢日内受伤的谣言，但有人看到扎卢日内的妻子艾琳娜走进了基辅军事医院，并在那里待了4个多小时。因此有关其受伤、死亡和被捕的各种说法开始流传。而为了澄清这些传言，有乌媒呢晒出了一张扎卢日内在塞浦路斯游泳的照片，并称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扎卢日内正在塞浦路斯休息，准备反攻。然而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照片中的扎卢日内本人要年轻很多，拍摄时间存疑。此外呢，作为乌军总司令，当乌军士兵和军官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总司令却在海外惬意的度假，这似乎也不太符合情理吧。5月12号，再次网上出现了扎卢日内接受采访的视频，然而这一采访的具体录制时间未知，而且并没有对其消失的传闻进行回应。随后，乌克兰总参谋部发消息称，扎卢日内最近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通了电话，但当时呢，扎卢日内仍然没有露面。时间来到5月19号前后，一张疑似乌武装部队总司令遗体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与此同时，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戈金在19号暗示扎卢日内可能死于袭击行动。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没有关于扎卢日内目前情况的全面信息，我只能说5月10号到12号，当他在我们的枪口范围内活动时，我们进行了一些活动，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是否成功，时间会证明一切。与此同时，多家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上不断出现扎卢日内可能受伤、情况危险、正在接受医院治疗的消息。5月20号，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军事记者亚历山大·鲁坚科援引一名乌军高层消息透露，扎卢日内呢在5月8号视察蒂涅博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乌军东部集团一指挥所反攻准备情况时遭袭受重伤，但是扎卢日内将军还活着。目前呢住在军事临床医院，情况危急，外国专家正在为他治疗，帮助他进行生死斗争。同一天呢，乌克兰再次发表辟谣，并且公布了扎卢日内在敖德萨一所大学讲话的会议视频。但值得注意的是，视频中的背景全部都打了马赛克，讲话也听不出具体时间，也没有和参会代表有任何交流。
随后呢，在5月21号，知名黑客 Joker DNR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扎卢日内受了重伤，几乎快死了。这位消息人士称，扎卢日内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遭导弹袭击，此后呢，接受了一系列复杂的手术，他的生存机会很渺茫，即使最后幸存下来，也不太可能重返部队继续担任总司令一职了。5月24号，又有一名乌克兰女网红晒出了自己和扎卢日内总司令的合影。这女网红说是最近拍的，但网友拿着这张照片与5月2号她发布的老照片对比后发现，两张照片中扎卢日内和女网红各自的衣服并没有变化，背景呢也是同一面墙，甚至背景墙上还写着4月27号。从以上多条消息呢，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乌克兰官方还是那些媒体网红采取的辟谣方式，那是越抹越黑啊。期间呢，诞生出了众多离谱的故事，其中第一个版本呢算是比较靠谱的。扎卢日内在俄军对巴甫洛格勒乌军有生力量装甲装备集结地弹药油料军列的密集导弹航空突袭中丧生，乌军部队集群指挥部被摧毁。当时扎卢日内和乌克兰、北约的将军们、总统办公厅的特使正在其中，已经正式通报其中一名将军在空袭中死亡了，不能排除扎卢日内身受重伤，目前正在治疗。版本2呢，扎卢日内之所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是因为关于反攻的计划与北约军事顾问存在很大的分歧，关于主攻的时间、方向、集群的编程等，因此扎卢日内甩手不干了。为了推卸将来反攻失败的责任，要求休假或者躺在医院里养病。版本3呢，是扎卢日内通过拒绝参加视频会议报告反攻准备情况，是在表达对北约各国的不满，以此换取更多的军事装备。同时呢，这位总司令很清楚自己的军队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为了避免矛盾，故意躲了起来。版本4，扎卢日内活着，但是在巴甫洛格勒指挥部遭到打击之后呢，他躲在了新的秘密超级地堡，隐秘自己的行踪，不想被俄罗斯情报部门发现，因此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可能是种种流传的故事版本，扎卢日内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在5月25号通过乌克兰媒体发布了一段35秒的视频，并在视频的后10秒真人出镜，证明自己还活着。但俄罗斯媒体继续称这个扎卢日内呢是假的，甚至还反驳这段视频很有可能是在医院中拍摄的。有意思的是，这次似乎不需要他们去辩证视频的真伪，因为有些喜欢恶搞的乌克兰网友预判了他们的话术。这张图片呢，大兵简单翻译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暂停查看。老实说，这个乌克兰网友明显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视频中扎卢日内是坐姿，没有全身，怎么知道腿还是不是好的？当然，即便是以站姿拍摄，也有可能遭到质疑，毕竟呢没有把腿露出来，谁知道里面是不是包了厚厚的纱布？不过以上这些问题还没等俄罗斯那边开始质疑，扎卢日内又现身了。5月26号，他出席了乌克兰海军接收装甲炮艇的仪式。从公布照片来看呢，扎卢日内状态还是不错的，并亲切地和士兵合影留念。至于图中的装甲炮艇是乌克兰国产的50吨级巡逻艇，名为布查号，早在去年就完成了建造。虽然这种小吨位炮舰战力有限，但对于乌克兰海军而言呢，意义远大于战斗力。毕竟俄乌开战后呢，他们无奈凿沉了自家的旗舰格特曼萨盖达奇内号。总之，扎卢日内连续2次真人出镜，让俄军失望的同时，也宣布了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之前一众俄罗斯媒体宣传他负伤的传闻是不攻自破，这其实挺尴尬的，因为除去扎卢日内身亡的消息，整个5月份俄媒体不少新闻结果都被证实是假的。例如乌军的俄罗斯志愿军和俄罗斯自由军团突袭别尔格罗德地区后呢，乌国防部宣布一举消灭了多达70名破坏者，但他们发布的照片其实是很久以前在卢甘斯克地区拍摄的，而不是在俄罗斯本土。同时被俄军缴获的装甲车，由于轮子过于干净，也被认为是造假。不知道他们后续还会不会继续说扎卢日内这2次现身是假的，是替身。不过与其去关注这些，倒不如回头深究一下扎卢日内为什么要消失这么多天呢？以大兵的看法，扎卢日内的消失应该和乌军的反攻有很大关联，因为继5月25号、26号扎卢日内连续2天打破阵亡谣言后呢，乌军的 Telegram 官方频道在27号更新了一则视频，并配有"是时候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了"这样的标题。
视频中描绘了乌军士兵备战的情况，并展示了武器装备。出境的士兵齐念一段祈祷词，并高喊“我们要去消灭敌人”，称希望国家和天父保佑其决定性进攻和神圣的复仇取得胜利。同一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阿列克谢·丹尼洛夫在接受 BBC 的采访时也宣称，乌军的反攻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但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日期，只是给出了一个明天、后天或者1周内的模糊时间。从2条消息看，大兵认为扎卢日内等乌军高级指挥官的销声匿迹，很可能就是在为大规模攻势做准备。例如5月9号前后，也就是扎卢日内刚消失的那段时间，乌军在哈尔科夫集结了大量部队，并部署了海马斯、圆点导弹和无人机等打击武器。赫尔松方向呢，也出现了乌军尝试登陆的迹象。甚至此前乌军的俄罗斯志愿军和俄罗斯自由军团突袭别尔格罗德地区，也不能排除不是扎卢日内的手笔。至于之前泽连斯基表态现在不是反攻的好时候，这应该是乌克兰放出的烟雾弹。那么各位认为扎卢日内阵亡的这段时间是不是在策划乌军反攻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